前情提要：学生因为时间不够、心智不够成熟、经济能力不足等情况，是不推荐饲养任何的宠物的。但如果你已经有了仓鼠，那就请你科学喂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放胆小夫妻。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学生应该如何养仓鼠。那么仓鼠呢，一般来说分两种：侏儒仓鼠和熊类仓鼠。像芝麻这样子仓的银狐呢、三线、一线，还有公婆鼠都属于侏儒仓鼠。像有的熊类仓鼠啊，它就比侏儒仓鼠大很多。一般来说呢，是可以这样捏住这个头头的，就是大概有这么大。好了，工具猫。那侏儒仓鼠呢，寿命比较短，2年左右，一般能说来活到将近3年的呢，已经是很长寿了。像熊类仓鼠呢，一般都能活到3年以上，这只可以活10几年。那既然我们说的是学生应该如何养仓鼠，那么学生的经济实力肯定相对来说比较弱啊，大部分来说比较弱。那么我们肯定需要一些特殊的饲养技巧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精简一下，不像我，学生应该不会像我这样搞成这个样子。当然，土豪学生也是有啊。所以我们来说一下仓鼠最必须的几个物品，学生应该怎样去解决它。第一个就是笼子。那么一只侏儒仓鼠基本上需要0.5个平方的笼子。0.5个平方多大呢？就我这么大，1米的长，宽50公分啊，这里面就是0.5个平方。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给不了仓鼠这么大的空间的。那么像我们家原来用的这个呢，就是60基啊，60底边长60的就叫60基，47基就是底边长47的。啊，当然这个笼子大概是买的时候是80-90块钱吧，其实也不是特别贵。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整理箱。我相信所有人家里都有整理箱，就算你是小学生，家里应该也有整理箱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整理箱的大小和那个大小几乎是一样的。而且既然家里有整理箱，你就不需要买笼子了。这样大小，这样深度，小仓鼠跳不出来。那熊类仓鼠不一定啊，侏儒仓鼠它跳不出来，大小呢也正好够用。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小仓鼠的垫料问题了。所有的仓鼠它都喜欢打洞，这是仓鼠的天性，所以你的垫料一定要高。科学喂养小仓鼠应该要15公分厚以上，15公分厚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，而很多人都做错了。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，以后你们垫料一定得放厚一点，你薄薄的放一层是绝对不行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垫料的选材问题了。我很建议的就是用这样的纸棉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买的是这个 KT 纸棉，进口的，这么一包大概要200块钱，很厚啊，因为它压得很紧。其实这一包放进去的话，可以膨胀得很开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生因为垫料经常要换嘛，大部分学生应该换不起这样的，所以我又想了一个解决方案，就是这个厨房纸巾啊。它像它这种纸棉呢，其实也是像这种厨房纸巾撕下来的，撕一个角下来就是这种厨房纸巾了。撕下来之后，你可以放手里稍微揉一揉，然后你就可以放进去了。这也可以当它的垫料，而且厨房纸巾它非常的吸水，所以很适合当小仓鼠的垫料，也很厚。但是这个东西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很耗时间，你得撕，不停的撕揉，往里面放，就很麻烦啊。有钱的呢，你还是可以直接去考虑这样的。那么有人说了，这个垫料这么厚，怎么换呢？垫料是要经常换的呀，你不能1个礼拜一次把所有垫料换呀，1个礼拜200块钱，那肯定不行。那么这种垫料的清理时间呢，大概是在1到2天。你要清理一次了，你就把它的屎堆起来的屎自己找一找，找到之后把它铲掉就行了。1个礼拜不清洗，这个绝对不行啊！你一定要经常清洗。然后呢，这种垫料全部都换，你也其实也不必要。像你这么大空间的话，可以长时间换一次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小仓鼠的这些家具了。那当然，学生可能没有实力去像我一样搞这么多家具放在后面。那大家有一样家具是一定需要，就是跑人，好不好？跑人应该多大呢？有人我看学生买那种特别小啊，就像这个小环环一样，这种一点点大的跑人给小仓鼠跑，小仓鼠能进去跑，有人觉得就够了，但其实不是的，这种跑人一定要大，超过20公分，大家记得超过20公分的跑人。你买那么小的给仓鼠跑，仓鼠的脊椎是会弯的，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弧形，小仓鼠在这里跑，它的身体也是弧形，那它后面的脊椎就会变成弧形，原来是这样弯的，现在会是这样弯，就反弓过来了。所以说这样对小仓鼠的脊椎是影响很大的。如果长期使用这么小的跑人的话，是会对小仓鼠产生身体上的健康的影响的。
我们家的买过这2种跑轮，这个是塑料的啊，这个是软木垫的，那下面有一层软木，无声的、静音的，非常好。这个要150，这个呢是70块。但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他都没有办法买这么贵的啊，或者说不舍得买这么贵，1个月的零花钱可能也只有一点点。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，仓鼠这一样家具一定得买好，超过20公分，好不好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说到就是这个鼠粮。小仓鼠吃喝拉撒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鼠粮，有的时候你喂的不好，小仓鼠寿命会短很多，真的会短很多啊。那我们家吃的是这个 Bunny BUNNY 的鼠粮啊，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哇，这 Bunny 好豪华呀，是根本没有，这玩意儿就80块钱，80块钱我们家小仓鼠能吃半年，80除以6，1个月10几块钱，小学生都负担得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买个好一点的鼠粮。我来教大家一个分辨渣鼠粮的好方法，就是里面如果有那种玉米片的，那么这就一定是个渣鼠粮，这样鼠粮千万不要去买，因为这样玉米片会粘在小仓鼠的嘴里、夹囊里面，然后变软，然后发烂、发炎，小仓鼠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除了鼠粮呢，肯定有的很多人会说，我再买点面包干吧，对不对？面包虫干吧，买点小零食给仓鼠吃吧。啊，我要说了，这东西不能一直吃啊，1个礼拜喂个1根2根差不多了啊。像我以前小仓鼠那就直播的时候啊，1个礼拜直播的时候吃个1根2根啊，我也不是经常给它吃的。还有其实我买了很多零食啊，大家千万不要跟我学，跟你们说我就是零食买多了，给小芝麻太好了，喂的太好了，拼命的想给它吃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，所以导致小仓鼠眼睛上面长了一个脂肪粒啊，虽然没有什么影响对身体的影响，但是不好看这东西，对不对？大家不要学我，零食喂太多，不用喂太多的。OK， 吃的说完，咱们说喝的，那么喝的就哇，你站这么高干什么？他刚刚趁你不注意跳上去的。水啊，水壶这种，我家这种是顶针的水壶，那也有那种是上面一个圆珠珠的啊，那个东西便宜一点，大家可以去买那个，我这个稍微贵一点。水里面的水不要放自来水，再说一句，不要放自来水。我们家放的是怡宝，就是纯净水，我们家都不放矿泉水，因为矿泉水里面有矿物质。啊，小仓鼠吃到了矿物质比较多的话，都会对肾产生影响。我们人喝矿泉水没有问题，猫、狗、仓鼠这种体型比我们小很多的，它里面的矿物质对它们来说含量值太高了，就不能喝这种东西。没有矿泉水的，真正没有的，你烧点凉白开啊，对不对？把它放凉了再放进去也行的。吃喝拉撒咱们讲完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就是小仓鼠的清洁问题，有一些小学生他不懂，就会用水去给它洗澡，洗完澡吹风机吹干，那有的没有完全吹干了，就立马会感冒。小仓鼠千万不要拿水洗澡，非常容易生病，感冒之后就挂掉，非常容易挂。不要拿水去洗澡啊！我说了很多遍，对不对？讲明这个重点。小仓鼠洗澡用这个浴沙，这个叫浴沙。里面其实呢就是细细的沙子。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呢，小仓鼠一些必要的东西我已经说了，垫料、笼子啊、吃的、喝的、拉的、撒的呀，我基本都说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小仓鼠。如果你不是想专门繁育小仓鼠的，你不要养很多只。小仓鼠它是独居动物，它喜欢一个一个待在一起的，那它不喜欢一大群。有可能你出去春游的时候，或者你学校对过买到小仓鼠，它们都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窝了很多只的，它们是害怕，所以要窝在一起，或者说天气冷窝在一起取暖。但小仓鼠长大之后，成年之后，它绝对不想跟其他仓鼠在一起绝对会打架。那么有的同学就说了，我们家养了好几只，就像我上次说到那个评论啊，我这里会把评论再放出来。那个小姑娘告诉我说，小仓鼠可以合笼的，你看我们20几只仓鼠合笼在一起，换几个笼子嘛。结果过几天给我发来说，仓鼠变成了40几只。小仓鼠的繁育能力非常强，你要养小仓鼠，养个1只就够了啊。但有特例，公婆鼠它是2只一起养的，它可以多只一起养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去日本，2只小仓鼠还没碰面，一只把另外一只打巴掌拍下去了。小仓鼠真的不能合笼养，大家不要用幸存者偏差去养这个宠物，好不好？我到这里，其实我还没有跟大家说小仓鼠生了病应该怎么样去解决，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同学那边都没有仓鼠的医院啊，或者说
去医院给他检查，几百块钱花下来，自己又不舍得，10块钱买了仓鼠。我建议大家前期费用多花一点，后期你也省点心，您也省点心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这里还有一些话想对小朋友说，就是那些小学生养仓鼠的人说，很多同学年纪还小，他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恶，什么是真正的好坏啊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小仓鼠放在猫身上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但你们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一句话，你对待小仓鼠的态度不应该是主人和玩具，而是爸爸妈妈和孩子。请各位屏幕前面的小学生一定要对自己家仓鼠好一点，这不是你们的玩具，你们应该当孩子来好好的照顾他们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或者同学想要仓鼠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。那我这里讲的呢，今天讲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养仓鼠的技巧，那还有更多科学喂养的方法，那么大家可以去查阅更多的资料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。那么这里就是饭团小夫妻，如果你喜欢我，一定要关注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